时隔1年，环球小姐溯源又来了。这期是2024年的，先来讲讲欧洲大区。咱们观众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题目是：这法国代表是黑人吗？这期呢，满足大家的期待，法国小姐是黑人，出生在海外省瓜德罗普，2023年度的法国小姐冠军。不过，这位瓜德罗普来的黑人小姐姐本身也是美女，而且是04年出生的，参赛期间只有20岁，可谓青春无敌。不能说是因为欧洲白左政治正确的影响，除了黑白混血之外，从她外公那条线上还有印度裔加勒比人的血统及泰米尔人血统。法国小姐大赛呢，其实有2套政治正确，一套是我们去年那期讲过的肤色牌少数族裔，另一套是海外领地加成，法国的5大海外省瓜德罗普、马提尼克、法属圭亚那、留尼旺还有马约特，以及其他的海外领地，比如说大溪地等等，都参加法国小姐大赛，并且在决赛当中频频闯入前5、前3，甚至是冠军。咱们来看一下欧洲区的其他选手。比利时小姐是比利时和卢旺达的混血，有人说她长得有点像黑人版的辛芷蕾，爸爸是比利时人，看姓氏来自于比利时的法语区，妈妈是卢旺达人，在该国著名的卢旺达种族屠杀时期逃出来的。英国小姐是苏格兰和菲律宾的混血，也参加过缓解菲律宾区的选拔，但是因为东南亚这块，尤其是菲律宾、泰国，他们的选美行业比较卷，竞争比较大，没选上，然后呢跑回英国来选，选上了。葡萄牙也是一个黑人家里，父母是来自佛得角的移民，佛得角是大西洋上非洲西海岸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主体居民是黑白混血以及黑人。C 罗的曾祖母就来自于那里，因此C 罗也有1/8的黑人血统。西班牙小姐出生在巴塞罗那，和去年那位一样，也有黑人血统的西班牙人。她的父母来自于2个拉美的西语国家，分别来自于多米尼加和厄瓜多尔，其中黑人血统来自于多米尼加，属于非裔拉美人 Afro Latino， 和美国著名的说唱歌手卡老师 Cardi B 一样的背景。稍微略有不同的是，卡老师的多米尼加的父亲是一个白人，而他的黑人血统其实是来自于他妈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马耳他也选了一黑人，老家喀麦隆的1代移民，巴夫卡是39岁，3孩妈。是的，2024年是环球小姐取消年龄上限的规则大改革的第1年，很多往年超过28岁规则年龄的姐姐组都来参加，甚至选上了国内冠军，参加了总决赛。部分国家甚至还出现了60、70岁的候选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赛区冠军就是一位60岁的佳丽。在韩国区的全国名单当中有一个崔顺花老奶奶，81岁。其实作为新移民或者少数族裔，也不是每位选手的参赛之路都一帆风顺。同样以新移民身份当选，外加一样拥有已婚育加大龄姐姐卡的意大利小姐就遭到了网友的质疑，原因是她是一巴西人，本职工作是职业模特，已婚7年，她老公应该是意大利人，嫁到了意大利。有评论就质疑她不是真正的意大利人，甚至不会讲意大利语，还代表意大利呢。还有年仅18岁，身高1.8米，走传统选美路线不拿 buff 卡的俄罗斯小姐姐也遭到了一部分的异议，原因居然是因为她是俄罗斯联邦楚瓦史共和国的，她不是斯拉夫人。楚瓦史人是一个讲突厥语的白人民族，和鞑靼人、保加尔人是亲戚。虽然我们看着感觉和白人也没什么区别，但他在俄罗斯国内夺冠之后确实受到了一些网络攻击，主要是攻击地域方面，有的甚至还上升到了外形。这么一位不被部分俄族网友看好的18岁女生，最后成功杀入了环球小姐12强。她这个成绩是什么概念呢？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恰好同时那一年，俄国人民的老朋友前环球小姐组织老板、现任美国大统领川普同志不再担任环节组织老板起，俄罗斯就被打入了冷宫，再也没有拿过名次。而这几年随着俄乌战争的全面升级，很多国际选美组织更是直接效仿奥运会，把俄罗斯直接禁赛了。比如说隔壁英国人举办的世界小姐，俄罗斯上一次参加已经是整整6年前了。今年呢是环节组织又换了新老板，外加他自己也够努力够漂亮，给俄罗斯拿了时隔12年的一个12强名额。可以套用那句很俗套的话，就是大家都不看好你，但你偏偏最争气。题外话，俄罗斯小姐大赛是现在为数不多不迎合环姐提倡的那套东西，坚持参赛条件，年龄要求在18到23岁之间，身高要求在1.73米以上。是的，如果你已经24岁，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超龄了。最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区英国属地直布罗陀，西班牙的天然领土，但是王位争夺战之后割让给英国已经300多年。1990年之后就没有单独参加了，今年呢赶上参赛名额大放开，从往年80-90个国家和地区直接上升到125个参赛国，于是这个小小的
只有澳门的1/5大的英国属地也得以回归舞台。当地的3万多居民的来源的大头是南欧裔，包括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还有马耳他人，占了2/3。英国本土后裔自治。这位直布罗陀小姐姓以苏格兰姓，意思是领导的儿子，应该上几辈是从本土来的。24年环姐冠军也是花落于欧洲区的，丹麦夺冠，金发碧眼款。这其实呢是一件非常打脸的事情，因为去年视频的末尾，我跟大家介绍说，新世纪之后，环球小姐的审美是偏向拉美审美、混血审美的。金发碧眼的白人选手呢，其实未必占优势。结果第2年，北欧日耳曼人小国丹麦就摘下了自己的第一个环球小姐冠军。她的夺冠也迎合了外网的一个超级热门话题，就是很多国外网友呢，其实也受够了那些所谓新闻里面的什么亚裔、大码、跨性别、美国小姐什么的，但其实也不是美国小姐啊，也不是环球小姐，只是一个小小的社区选美的冠军，然后博眼球的新闻而已。但是网友分不清啊，于是，在大声欢呼政治正确时代终于结束了，喜迎川普审美回归。外加后来白宫也换了发言人，不再是之前的那位海地裔的拉拉，换了一个金发白人的顺直女。于是一字比肩王马斯克也当时转发了丹麦小姐夺冠的推文，并表示恭喜恭喜恭喜自然女性喜拿后冠。评论区里头基本都在附和说太好了，是白人直女，我们有救了之类的评论。但其实如前面提到的，川普他真的当过环球小姐老板，他在1996年到2015年期间手握环节版权，但其实这之间只有一位冠军是金发白人，是04年的澳洲，而再上一位欧洲籍的金发白人更是要追溯到1989年了。然后24年环姐决赛是11月，川普胜选是1个多月后的事情。这2件事情其实有点强行关联的感觉，是否是环球小姐组织蹭热度迎合所谓的川普审美，其实还真不一定，可能就是他的2位新老板，一个来自墨西哥，一个来自泰国，他们自己喜欢金发白人这一款。接下来咱们顺着名次讲啊，这次的亚军花落到非洲大区，尼日利亚小姐。她的文化背景呢，她是南非的新移民黑人，她本人其实是南非出生、南非长大的南非人，她爸爸是尼日利亚人，伊博族，妈妈是莫桑比克人。本来呢是今年南非小姐的参赛者，也进入了南非小姐的16强。被人爆出她妈妈当年移民南非的时候，这个身份证件可能有点问题，为了不持续曝光，给家里人带来麻烦，她呢就选择退赛了。惹不起躲得起，对吧？尼日利亚环球小姐组织发现，这小姑娘长得不错啊，然后呢就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她去尼日利亚参赛。之后一路顺利拿下尼日利亚的代表权以及环球小姐的第2名，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名次。虽然早就退出了这个南非小姐比赛，但她妈的身份呢，还是在去年10月被撤销了。这件事情还被作为南非人歧视来自北方非洲邻国新移民的维基词条里的例子被记录了。南非的文体部长盖顿麦肯锡当时就针对他表示，即使我们在23年接受了印度裔代表南非参加环球小姐，那就是我去年在视频里提到那位啊。然后他接着说，尼日利亚人和莫桑比克人都不应该参加南非小姐，而事实是南非现在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移民接收国，且60%的南非人对于新移民持负面态度。那当时尼日利亚小姐姐退出了南非小姐之后呢，这个比赛当然是继续举行了，最后选出了法国犹太人和布尔人后裔的白人冠军。他来自于北部的自由邦省，历史上是不愿被英国人统治的布尔人及更早定居以及本地化的荷兰、法国后裔，他们迁移到北方内陆之后建立的布尔人国家。不过在发现该地地下有黄金和钻石之后，英国人因时通过战争把2个布尔人国家打败，统筹到了英帝国南非联邦之内。不过在新的南非联邦，布尔人很快又通过竞选重新掌控了南非的政权，于是马上退出了英联邦，开始搞种族隔离制。在去年的视频当中，我讲到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小姐都是一水的白人，到了新世纪之后，基本遵循着黑白交替的不成文规律。前些年又因为 BLM 运动，黑人加力机会更多。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以南非小姐冠军身份参加环节的白人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逼走了尼日利亚小姐姐退赛，然后又选了这位布尔人小姐姐是南非组织更加偏爱白人，还真不是。事实上94年之后，很多南非白人都选择了离开南非。前面提到的马斯克，他就是南非出生的白人，虽然他的曾祖父是来自于英国的，但在南非数代下来，他也有很多的女性长辈是布尔人。此外，这位布尔人小姐她也有 buff 卡，她是一位听障人士，有好故事加成。本来呢，我觉得她是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的，结果预赛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退赛了。
2024年是索马里的首度登场，参赛者是一个出生在肯尼亚难民营，10岁又移民到加拿大的索马里血统的女生，也是史上首位戴着头巾的环节选手。非洲大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毛里求斯，该地的主体民族是印度裔，是全球几个海外印度裔变成主要民族的国家之一。所以如果每年会有一张非洲区的合影，那么在遗留的黑珍珠里面会有一个印度面孔，那就是毛里求斯小姐。亚洲区成绩最好的是第4名的泰国，昵称叫做欧跑，在普吉岛出生。他会讲中文不过是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没有查到父母有华人或者外国背景。为什么专门提这个呢？因为上一个既没有本地华人血统又没有外国背景的泰国环球小姐是2015年的事情，此后16年到24年的代表都是有华人血统或者有白人血统。她呢是2015年之后的第一个纯泰。可能今年如果有刷到选美新闻的观众会觉得她有点眼熟，因为她2025年转战隔壁的世界小姐，并且成功摘下了冠军，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泰国这些年给国际选美舞台派了很多高竞争力的选手，希望能够冲击一个冠军，因为泰国上次拿环节冠军已经是1988年的事情了。而且他给人感觉他们的政策呢，就是认为混血泰国小姐能够在国际化这一块上更占优势，结果最后成功登顶的居然是一个纯血泰妹。看一下其他东南亚选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2位都是华人。新加坡的这位叫做谢嘉玲，是一个闽潮方言的拼法。大美这位叫做林雪慧，她很厉害她有拿到名次，进了30强，是马来西亚时隔几十年拿到的一个名次。此外，她还在香港和林峰、佘诗曼等港星搭过戏。菲律宾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和菲律宾的混血，也是首位黑人血统的菲律宾小姐。往年都会选派本土佳丽的缅甸，混血的风呢也是吹到了这里，是缅甸和瑞典的混血，出生在瑞典。印尼则是继23年选派荷兰出生的荷兰印尼混血之后，24年又继续选出了印尼德国混血，而且也在德国出生。说说我们最熟悉的东亚地区，24年是东亚地区在环节舞台上人丁最兴旺的一届，在东亚5国之中，除了朝鲜，其他都参加了，外加还有港澳地区的单独的选手。在去年视频当中，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没有讲中日韩因为去年的日韩代表呢都是普通本地人，没什么讲头，然后中国代表去年迟到了没参加，所以也就不讲了。今年来讲一下内地、香港、澳门3位。内地代表是咱们国内办比赛选出来的，原定是23年要去的，然后因故延迟到了24年。根据网络资料，这位常驻成都，籍贯是山东莱西的。而香港环球小姐在传统上是由 TVB 港姐冠军来担任，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香港的形象。香港在第一届1952年的比赛当中就开始参加，那年代表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港姐，非常像2战之后上海娱乐业向香港转移的一个缩影。而且更加点的是什么呢？她爸爸就是导演，然后妈妈是电影演员。此后香港基本一直没有缺席。1972年开始由 TVB 负责环球小姐香港区的代理，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袁咏仪、陈法蓉、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方中信的太太莫可欣、洪金宝太太高丽红等等都去参加过。坊间传闻是说，当年这个川普想让比赛改名为 Miss Universe Hong Kong， 然后 TVB 坚持要自我品牌叫香港小姐 Miss Hong Kong， 然后呢就合作破裂。TVB 负责的最后一年是2000年，郭羡妮成为最后一位参加环球小姐的港姐冠军，为东方之珠的环姐竞选史画上了一个句号。在 TVB 退出竞选之后，时隔1年，刚刚加入 WTO 全力拥抱世界的中国大陆正式登上舞台。因为舞台上不再缺少中国面孔，于是香港小姐们也被渐渐遗忘了。直到去年，和直布罗陀得以重新参赛的原因一样参赛权限大放宽嘛，香港获权举办地区选拔，选出了中英混血的姚祖恩参加。和香港有半个多世纪参赛历史不同的是，隔壁的澳门24年是处子秀，也非常迎合的委任了一位土生葡人小姐姐参加，中文名叫赵嘉熙。IG 上看过她家人的照片有些完全是白人脸。之前咱们在生生不息一期溯源里面提到麦嘉欣小姐，我也非常推荐她去参加。日本选了一个日本孟加拉国混血的，而且是出生在美国底特律的。传统上其实日本是非常单一民族国家思维的，最多呢只选过琉球群岛出生的日本小姐冠军，直到2015年才开了混血儿当选的口子。当年选了一个美国黑人和日本的混血，即第一位黑人日本小姐，并在当年拿下了前10名的好成绩。然后日本可能觉得吃到甜头了嘛，后面呢日本还选过日本加纳混血、日本美籍韩裔混血、秘鲁日裔回流日本2代等跨文化背景的。不过即便日本环球小姐大赛已经放开混血儿当选，在另一个不以参加环节决赛为目的的日本小姐大赛当中，
评委们的选择还是更为保守。之前出过一个在日本定居多年的乌克兰移民为冠军，结果被舆论攻击下选择了辞职。东亚地区的韩国、蒙古也都有代表。台湾地区上一次参加是04年，而且历史上的参赛进度跟参加奥运会一样，经历过多次参赛名称的严格，早期是以中国小姐的名义参加的，非常有意思。有机会呢可以专门讲一讲。然后历史上美国托管期间的琉球也作为地区单独参加过那么几次。好了，以上呢是24年环球小姐选手溯源的上半部分，我们讲完了欧洲、非洲还有亚洲东半部分。因为篇幅问题能看到这里的观众老爷呢，真的是十分感谢大家的耐心收看。下一期我们继续亚洲西半部分，还有美洲新大陆。如果觉得本期视频有点小意思的话，不妨给我一个点赞、关注加转发，你的支持是对东沃 Channel 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素媛 Channel 东沃，我们期待下期再见。